大家好，我是吴博士。有观众留言说，全谷物含有大量的麸质，长期食用呢会导致身体的炎症，所以要避免使用全谷物食品。这个说法对不对？这是一个网红说的。那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首先说这一句话里头包含2个致命的错误。对于全谷物食品对麸质的看法，影响很多人对食物的选择，会错失很多有益健康的营养成分，对疾病的预防影响是很大的。今天呢，我们就来谈一下麸质的真相。麸质过敏，麸质的食物有哪些？全谷物和麸质会不会导致身体炎症？如果会的话，我们应该怎么样来预防身体炎症和慢性疾病，稳定血糖，保护心脑血管系统的健康？要弄清楚全谷物会不会引起炎症，首先要搞清楚什么是全谷物。那全谷物呢，是跟精致的谷物相对而言的，像大米、面粉、各种各样的糕点、挂面等等，都是精致的谷物。它们口感好，吃起来呢非常的细致，但是营养价值呢大打折扣。因为在加工的过程中呢，它把大部分的植物纤维还有一些重要的营养素都给去掉了，因为不容易保存。而全谷物呢，相反在生产加工过程中保留了麸皮、胚芽、胚乳这些成分。那么它们包含的大量的什么维生素、矿物质、植物的营养素等等都保留下来了。说的更具体一点呢，我们通常能够接触到的全谷物有糙米、燕麦、藜麦、大麦、黑麦、玉米、荞麦等等这一类的。那不管是谷物的颗粒还是加工成的面粉，它都是全谷物食品。那全谷物有什么好处呢？我们经常听见有人说，我们要多食用全谷物食品，少食用精致加工的碳水化合物。为什么呢？当然这是有道理的。全谷物呢含有更加全面的营养物质，对于健康是很有好处的。它有这么几个好处。第一个呢，它保留了很多的植物化学成分，包括很多天然的植物抗炎化合物，什么酚酸异黄酮等等，能够降低慢性疾病，能够降低炎症。另外一种重要成分呢，就是全谷物里面含有丰富的植物纤维，包括可溶性纤维和不可溶性纤维，它们对于人体的健康是非常重要的。那对于肠道的健康，对于降低胆固醇、稳定血糖、降低炎症、预防慢性疾病都是有好处的。这些结论是由无数的非常多的大小不同规模的研究所支撑的。不管是对于糖尿病、心血管疾病、肥胖症，甚至癌症，很多疾病都有专门的研究，那么来揭示全谷物跟这些疾病之间的关系。那这样方面的研究不计其数，我就不再一一列举了。所以说呢，全谷物会导致身体炎症，这句话实际上是说反了。那正确的说法应该是说，用全谷物来代替精致加工的谷物，能够预防身体的炎症，预防慢性疾病。那什么是麸质呢？那麸质实际上是谷物里头的一类重要的成分，它不是单一的成分，它是综合的成分，它主要是蛋白质的混合体，包括谷蛋白重溶蛋白等等。那很多人可能还是不明白什么是麸质，那我再举一个例子，可能很多人就明白了。那么我们很多人都食用过面筋，对吧？那什么烤面筋凉皮里头的面筋很多人非常喜欢。那这种东西主要成分就是麸质，它是我们能够看得到、摸得到、吃得到的麸质。那它是怎么做的呢？它是通过面粉在水里头反复的洗，把淀粉洗掉之后，剩下的就是面筋。其实它就是植物蛋白，所以这样大家明白了，它其实是非常健康的，它没有任何的问题，对吧？而且说到麸质呢，要清楚一点，并不是所有的全谷物都含有麸质。像我们平时接触到的什么糙米、燕麦、藜麦、玉米、荞麦、小米、高粱这一类，它是没有麸质的，它也是全谷物。除非它在加工的过程中因为污染把麸质带进去，这是另外一回事，对吧？所以只有小麦、大麦、黑麦这一类的谷物它才有麸质。所以刚才说的那句话，全谷物含有大量的麸质，那这种说法是错误的。很多全谷物是没有麸质的，不含麸质。那为什么要避免含有麸质的食品呢？很多人非常惧怕麸质，认为麸质对身体是不健康的，所以要远离含有麸质的食品。实际上有3类人他不能食用麸质，不能食用含有麸质的食物。第一类呢是有乳糜泻病的患者，这是一种自身免疫性疾病。那么他们如果食用了含有麸质的食品之后，会产生很严重的并发症所以他们一辈子都要避免食用含有麸质的食品，这是一类。
第二类呢，就是对小麦过敏的人，因为小麦里头的蛋白质植物蛋白会引起他过敏甚至引起休克，有些人症状也是非常严重的。这是第二种。第三种呢，就是对麸质过敏的人，他也会引起各种各样的症状。那么这三类人他们是不能食用麸质的但是这三类人在人群里头所占的比例是很少的，不会超过10%，也就是说剩下的90%的人都是没有问题的，可以正常的食用麸质。比如说乳糜泻患者，在100个人里面大概只有1个，而且在欧洲或者北美这些国家比较多，中国人里面比较少，但是有。如果把这几种疾病都加起来的话，他们不会超过人群的10%，所以很大的情况下，一般人都是没有问题的，可以放心的食用含有全谷物的食品。你放心的食用面筋没有问题，不会引起你的各种过敏的症状。所以麸质过敏这个情况被夸大了所以这是一种夸大的细节，需要避免麸质的是极少数的一类人，大多数人都是健康的。那麸质过敏有什么症状呢？像乳糜泻呢，它是一种自身免疫性疾病，它是一种先天的遗传病。那么如果他们要是食用了这个麸质的话，会出现各种各样的这种表现，比如说什么腹泻呀、腹胀腹痛体重减轻或者疲劳，身体出现疱疹有的人甚至会产生抑郁症。小麦过敏的人呢，如果食用了麸质的食物，他们会出现什么腹胀、腹泻、便秘、头疼、疲劳、关节疼痛皮炎等等各种各样的症状。有的人还会出现这种瘙痒，像荨麻疹一样有的人甚至更严重的呢，会出现过敏性的休克那么而且呢，小麦过敏在儿童中呢更加常见，长大之后症状呢就会减轻。那么这几类人呢，需要避免含有麸质的食品。那么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说，麸质或者说含有麸质的全谷物食品会不会引起炎症，引起慢性炎症，进而引起身体的其他各种慢性疾病呢？那实际上我告诉你呢，目前的研究没有发现任何支持这种说法的证据。那么现有的证据恰恰相反，对于大多数健康的人而言，麸质食物是均衡饮食的重要组成部分，用不着刻意去避免。如果说盲目追求无麸质的饮食，那实际上会导致很多重要的营养素的缺乏，比如说膳食纤维B 族维生素铁矿物质植物化学抗炎物质等等。那全谷物食品包括麸质，它能够为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相反呢，全谷物食品包括麸质能为身体带来很多好处。第一个方面就是它们是膳食纤维的重要来源。那我以前在讲益生元和益生菌的视频中介绍过，人体需要膳食纤维，包括可溶性纤维和不可溶性纤维。全谷物呢就富含丰富的膳食纤维，它维护消化系统的健康，它维护肠道的健康。现在不是有一种说法说是肠道是人类的第二大脑那它就需要这些纤维素作为食物来维护这些肠道菌群的繁衍和生长，对人体是非常重要的。第二个方面呢，麸质它是很好的植物蛋白，它相比动物蛋白来说，它不含饱和脂肪，对吧？所以是对身体是很好的，口感也很好。那全谷物呢，都含有丰富的维生素和矿物质，比如说 B 族维生素铁镁锌铜等等。那这些营养素它对身体的好处就不用再说了，而且它的比例是自然的比例，而不是这种像你服用额外的人工的这种补充剂的这种不自然的比例。那么对于糖尿病、心脏病、肥胖症来说的话，全谷物都是有好处的，有很多研究支持这一点的对于减肥、预防慢性病稳定血糖、改善心血管的健康、降低心脏病的风险，都是有各种各样的好处的。所以一定要在饮食中用全谷物来代替这些精致加工的碳水化合物。至于说这位网红呢，他是非常有名的但是他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呢？他的很多观点和建议都建立在对现在的主流的健康和科学知识的批评之上，他推广一些跟传统相悖的一些替代的方法。还有一个就是夸大细节把主次颠倒，这也是他的卖点，也是他吸引流量的一个手段。但是呢，这个
实际上会把很多人带偏啊，让很多人的健康知识呢走偏。还有他的视频多次被 YouTube 呢禁播啊，就是有的呢偏差太大了啊，因为跟主流的医学观点相悖。其实这也是提醒我们说，我们一个普通人在现在自媒体的时代，怎么样来分辨正确的健康知识，来避免健康谎言。因为现在自媒体的门槛很低，什么样的人都可以讲健康啊，所以一定要有很好的判断力，才不会上当。好了，关于肤质的真相、肤质过敏、全谷物和肤质与身体炎症的关系，我们就聊到这里。欢迎订阅频道，欢迎加入会员区，欢迎评论和转发，谢谢收看，下次见。